我能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我是足足用了20几年的时间呐。但是宇阳啊，我的丑话可说在前头了，你可要听清楚了。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女婿、好丈夫，但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好爸爸，所以我不许你拿我当榜样。对于我的女儿小玲啊，虚情假意的，只想从她的身上捞好处，要不然我会学我那死去的岳父一样，一辈子盯着你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会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啊！哎呀，这时候也不早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是你们年轻人待的地方。我呢，要去寻找我自己的快乐，啊！干杯！先休息。放心，我没醉。以前呢，我要是晚一点回家的话，你妈就像在审问犯人一样，查个不停。我今天呢，总算是为我自己大大的出口气儿了啊！走了。爸，你小心啊！没事儿。敬你。我不会跟你爸爸一样，因为我是真心爱你。敬你。依林，我好高兴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。你喝多了，从来没有见你这样过。确实没有，我一向都很谨慎，做任何事情都很小心。今天，我总算是有回报了。你，财富、地位，我即将都会拥有。你说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宇阳，等你当上董事以后，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我知道，全世界只有你对我是最好的。为了我，你什么都愿意去做，即使冒着风险去贺凡车上动手脚，你也毫不犹豫的就去做了。我真的很感动。你知道，我什么都是为了你好就好了。所以，
就算是爷爷倒下跟你有关系，我都不会怪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。可是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：爷爷犯心脏病的时候，我给他吃药，你没有阻拦我，为什么在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却不肯了呢？别瞒我，爷爷的药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当然有问题了。坦白说，就算你也没有发现我们偷他的引荐，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因为我早就把他的心脏病药换成了较高的剂量，你知道吗？儿子，你没有骗妈妈吧？你真的要当这么大公司的董事啊？妈，我都带你来公司了，怎么会骗你呢？等燕玲正式宣布我成为董事之后，会有个酒会，我保证，每个人见到你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你一声夏夫人。那不是于飞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妈，你们好吗？亲家母，你好，初次见面啊。谁是你亲家母？我早就不把叶玲当女儿了。小飞才是我的女儿，贺凡，他才是我的女婿。伯母，如果我希望让全上海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当初你因为夺人所爱而被人换了孩子，那就继续吵吧。反正这件事情呢，伤不了我，只能让你们杨家跟你更难堪罢了。夏雨阳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公理和正义在的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因为你今天的行为而付出代价的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们家儿子从今天开始就飞黄腾达了，倒是你，谁要是沾上了你的边儿，要倒霉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妈，我妈说的没错。张鹤凡，跟于飞在一起可要小心了。你自己看一看，连家大业大的杨家一跟他沾上边儿，转眼间就要垮了。夏雨阳，你他是故意想激怒我们。夏阳，你用不着得意的太久。现在杨家手上握有1/4的股份，我们在董事会上不会完全没有影响力的。是吗？那我们走着瞧吧。妈，我们走。所以目前，我们必须以这1/4的股份抢下至少1席董事席位，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叶玲他们从中搞鬼。妈，你一会儿千万要沉住气，不要发脾气。你们放心，只要能保住你爷爷的心血，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叶玲，你们来了，伯母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让雨阳邀请您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您一起见证我跟雨阳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。董事长，记者会要开始了，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我先走一步。儿子，难怪你当初坚持不要于飞，看来呀，还是你聪明，押对宝了。妈，走吧。哎，听说您正聘请律师对叶董事长提起诉讼，母亲告女儿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请问一下，现在安正集团现在闹分家，叶董事长您支持夏雨阳进董事会的目的，是不是为了巩固领导权？
你们大家先别瞎猜啊，让自己的先生进董事会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嘛，啊？哼。叶董事长，可不可以请你说一下？请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吧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待会儿叶董事长会亲自跟大家宣布新的人事安排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会保留时间给大家发问的。先就座吧，大家请坐。安正是我爷爷一手创立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希望我长大以后可以接掌这家公司。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称职的企业接班人，即使我远住英国，他老人家几十岁的年纪了，还在努力学习电脑，就是为了可以每天写信给我，教会我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还记得我爷爷对我说过：“小林呐，接近你的人，终究是为了你的财富，还是真心想和你交往？这个问题，终究成为你这辈子都摆脱不掉的疑问。”叶董事长，现在不是缅怀老董事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主题啊？这就是今天的主题。如果我有把爷爷的话牢记在心的话，今天我们杨家就不会让你有操控的机会，我爷爷也不会被你害死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没错，我就是疯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一再让你利用，成为你杀害我爷爷的帮凶。夏阳真卑，你竟然利用我偷换我爷爷的药，你还给小伟打针，让他不能说出实情。各位，叶董事长精神上有些问题，今天记者会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夏阳，是干嘛？放开叶玲！张鹤凡，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惹我。叶平透，你要坐那干什么？哦，各位，今天的记者会先到此为止了。叶平透，你要是敢这么做，我饶不了你。叶玲，张鹤凡是不是告诉你什么了？你不能相信他呀，他是为了帮于飞要回财产罢了。夏雨阳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到现在你还要挑拨离间。叶玲，你要相信我，只有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没有忘。爷爷的药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当然有问题了。坦白说，就算你爷爷没有发现我们偷他的引荐，他也活不了多久的。因为我早就把他的行走病药换成了较高的剂量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畜生！我爸跟你无冤无仇，还让你当上了基金会的秘书，你居然对他恩将仇报，你怎么下得了手你？夏雨阳怎么样？让自己最爱的人因为自己犯错而痛苦，这滋味很好受。你加注在我跟爷爷身上的一切，我也要让你好好尝一尝。所以你办这个记者会，说什么让所有人见证我们最重要的时刻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你不是选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吗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从最高处跌下来。太太，小林回来了。妈，什么也别说了。在你爷爷的遗像前忏悔，求他原谅你所做的一切。妈，我想爷爷早就原谅叶玲了。在爷爷临终前，他即使知道叶玲犯了错，还是拉着我和叶玲的手。他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齐心协力，一起守护这个家。伯母，
高秘书刚刚告诉我，叶玲已经把小伟的股份委托书给撕了，房子的买卖也撤销了。叶玲她是真心想回国的。我没有资格做杨家的人，这是我唯一能够弥补的方式。你这孩子，怎么到现在还说这种话？即便你做了再大的错事，有哪个母亲因为孩子做错事而放弃的？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还是我的女儿。真没有想到，你会约我来这儿。他毕竟是生我的人，即使我曾经怨恨过他，对他也没有像对我母亲那样那么深厚的感情。可我终究还是要来面对的。这种错综复杂的感觉，我想只有你能体会。走吧，进去吧。小林，听说你辞去了安正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是啊，再过不久，我就要面对一连串的官司了，实在不适合再担任这个位置。我希望于飞可以接下来。那么重要的工作，对我来说太有难度了，我肯定不行的。于飞，你那么聪明，又有贺凡帮你，而且高秘书也会协助你的。不行，爷爷这辈子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安正在你的手上发扬光大，所以说什么我也是不会接的。见到你们两个和好，能够为对方着想，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谢谢你们愿意来看我。不用送了，我把你们送到门口吧。不用了，外面冷，还是回房间休息吧。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一个人住在这里，总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。要不然，还是搬回去和舅舅他们一起住吧。他早就把你的房间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回去了，你多保重。贺帆说的对，人和人之间的爱是可以超过血脉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还是很担心月姨的。为什么不能放下自己的心结，原谅他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对于以前经历的那些痛苦，仍然无法释怀吧。慢慢来。小飞被夏雨阳带走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是为了救我才会被抓的。伯母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夏雨阳跟你们联络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月姨呢？
还好衣服穿得厚，只是受了皮肉伤而已。我现在是担心夏雨阳已经穷途末路，他会对小飞不利呀。不会的，他的目标是我，伤害于飞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叶灵说的对，现在于飞是他护身符，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。喂，丈母娘，你无缘的女婿跟你请安了。你这畜生，你把小飞带哪儿去了？你。 怎么样，你才肯放人？还是跟聪明人说话轻松点儿。听好了，给你们2个小时的时间，准备不良号美金100万。这对安正集团来说，应该不是难事吧？我们该怎么碰面？时间到了，我自会通知你们。记住，千万别报警，否则你就等下辈子跟你老婆重逢吧。 怎么样？他说什么啊？他要100万美金。我回公司筹钱。对，把钱给他，只要他能放人就行了。就算把钱给他，他也未必会放人，说不定更危险。我们必须报警。 这么丧心病狂，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呢？各位，我们已经在包里装了定位器，请问你们哪位家属去交赎金？我去，我儿子跺脚，而且我原来是武行出身，我会武术，我还可以保护他，好吧？拜托，你这张大腕脸，一走上街，一堆人围过来要签名了，还付什么赎金啊？不要闹了！我去，我一定会把于飞平安的带回来的。贺凡。 宇阳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对你充满恨意的，你要是去了，肯定会没命的。于飞只是代替品，宇阳的目标是我，还是我去吧。我去了，他肯定会放过于飞的。不可以，你自己也说了，他的目标是你。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小飞是我的女儿，你也是。曼萍说的对，你们2个谁也不能再出危险了。你们都别争了，我去。 我是她的丈夫，我承诺过她会保护她一辈子的。你放心，我们在你身上也会装追踪器，另外在你周围会有同事保护你。等一下，小王，准备好了吗？喂。 钱筹好了吗？筹好了。好，20分钟后中山公园见。知道了。叔叔，您是张鹤凡先生吗？我是。有位先生要我交给你。哎，B 组，目标已经出现，跟上。 请问几位？一位。这边请。
信号怎么没了？赶快检查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问题吧？敌队，赶快去澡堂里看看，小心点，别露馅。队长，没事吧？你们放心，别急，有我们在。少阳，张鹤凡先生，张鹤凡先生，请到前台来，请到前台来。喂，洗完澡，通体舒畅了。现在从澡堂的后巷离开，10分钟内到龙腾大道桥。从这儿到龙腾大道桥，10分钟怎么到得了？与其跟我废话，还不如快点跑。你只要晚1秒钟出现，后果自负。你这个电话。累不累啊？知道被人逼上绝路是什么感觉了吧？雨飞人呢？我看到钱，自然会放人。不行，我要先见到人。于飞在我手上，你没得选择。除非我先确定他没事，否则你休想拿到钱。于飞，听到他的声音，你安心了吧？你放心，等我收到了钱，我就会放了他。于飞，于飞。小杨他很聪明，他让我跳进澡池里，让追踪器报销之后，才让我赶去真正的交赎地点。那小飞呢？你见到他了吗？当我跟他通了电话，至少可以确定，他现在安然无恙。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一直在这等消息吧？夏阳这个人，他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万一不会的，小飞那么善良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他敢！我现在去他们家，我他妈也抓起来。他要敢动小飞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他爸给宰了！我。拜托，你疯了！小飞本来没事儿，也要被你搞得没命的。大家冷静一点。夏雨阳拿了那么多美金，肯定是想偷渡。在他安全离开之前，还是会把于飞当作是他的护身符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救出于飞的。警察先生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刚跟于飞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听到汽笛声，但这不是那种大船所发出的声音，比较像是2艘中小船交汇的时候所发出来的，所以他应该是躲藏在某一个码头附近。我们立刻处理，马上通知总部搜查所有码头。是。你放心，你妈她绝对没事。我很清楚，我自己用了多少力气。钱现在你也拿到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我走？只要能够保证我上船，我就会放你走。但如果不能安全离开这儿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你以为你拿了这笔钱就可以过得心安理得吗？你就会安宁吗？到处都会有警察在追捕你的。少跟我废话！来到这个世上，穷一直都是活受罪，只有这个才真实。钱才是真真切切我要追寻的。为了钱，你把自己变成这样，值得吗？你有没有想过爱你的人？有没有替你的家人着想？有没有想过夏妈妈？对她来说，什么是真实？
是你能够陪在他的身边，照顾他。不需要你担心，等我在外头安顿好了，自然会接他走。你让他一把年纪，跟着你四处奔波，每天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，这是你爱他的方式吗？这是你为他着想的方式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自首吧。自首？我不要，我不要像我爸爸一样，一辈子都关在牢里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能够逃出去，我还是有再爬起来的机会。宇阳，够了，你不要再劝我了。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担心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人已经离开，注意码头附近是否有可疑人物。宇阳，你是跑不掉的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闭嘴！这场我一定要赌赢。你放开我！哦，我的钱！我的钱，我的钱！我的钱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像我这样的人，死不足惜。如果你让我见死不救的话，那岂不成了和你一样的人了吗？从小时候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什么吗？就是你那多管闲事的个性。宇阳，宇阳！太太，于飞小姐回来了。小飞，小飞，于飞，夏雨阳已经被警方逮捕，我们把于飞送回来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是夏雨阳主动放我回来的。还算他有点人性。他呀，就输在这个贪字上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的伤势要不要紧啊？我没事，轻伤而已。你没有事吧？没事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老天保佑！我还以为
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妈，也让你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啊。当我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，我很没有办法接受，也很震惊。我以为我承受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，直到今天，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经历了那么多次的生死交关，我突然发现，我想开了。我是多么的幸运，我有2个妈妈，而且是很爱很爱我的2个妈妈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幸福，真的。还有我。和你有着相同血脉的亲姐妹，于飞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做的那些事情。不哭啊，不哭。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为小飞、小林共同庆祝生日，来，一起干一杯！好，哈哈，生日快乐！这段由身世所引起的风波，总算告一段落，每个人也都回到原本平静的生活。告诉你们呢，现在连好莱坞的导演都来找玉强拍戏了，而且还是变形金刚的导演啊！但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去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该不会是因为舍不得我们家刘小慧吧？啊，不是舅妈，舅妈。我知道，一定是因为我舅舅的英文水平太差了。是不是我清白的人？干嘛说出来呢？舅舅，你是不是去演机器人啊？舅舅的演艺之路越走越顺，丝毫没有因为年纪而局限了他的发展。而我的2个妈妈也放下了过往的恩怨，再度成为了姐妹淘。2人之间无话不谈，相互分享，就像许多年前一样。小林，你快点儿，大家都等着呢。这孩子就知道忙工作。现在，叶玲也按照爷爷的意思，尽心尽力地接手安正。哎，我说叶老板，你这还美国什么多大生意啊？快坐吧，真是的。那好了啊，Ladies and Gentlemen 啊，乡亲们，乡亲们啊，下面有请影视歌舞这个马戏杂技2人转啊，多期演员啊，Mr. 强啊，助面演员给你们领唱生日快乐歌啊。Happy birthday， 预备，啊唱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生日快乐！人生难免都有高低起伏，我相信，不管遇上再大的风雨，只要心里有爱，就会像眼前的灯光一样璀璨清亮。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不算迟钝，伤过的疼越放
残忍。